究竟是怎样的反派，竟将银河艾克斯维克特利活生生变成了钻石？在这部欧部剧场版中，不仅集结了当时的所有新生代奥特曼，而且欧部也借此解锁最强形态3位一体。同时，为纪念赛文奥特曼50周年，朱星团最后时刻无敌救场，也算是满足了老奥迷们的情怀需求。虽然整体评分不尽如人意，但是燃就完事了。开篇便是欧部与机械怪兽的激斗场面，但欧部显然不是怪兽的对手。只见机械怪兽胸前蓄力，一发光线急速射出，欧部赶忙立刻躲闪。但令人震惊的是，受到光线冲击的植被全都变成了钻石。欧部正以为发财之计，却直接被怪兽一发尾刺锁住了脖颈。而就在其再次蓄力准备终结欧部之际，天空中2把飞刃急速袭来，直接斩断了怪兽的尾刺。而来者正是穿越时空前来的究极赛罗。随后两奥一人一把西瓜刀，砍得怪兽连连败退，更是在两奥的合力之下，再次斩断了怪兽的双臂。紧接着欧部发射大招，赛罗也紧跟急速射线，终于将怪兽粉碎。而赛罗能够及时前来，正因为他在调查将物体变成钻石的幕后真凶。原来在不同宇宙中都出现了此类怪兽，而且前往调查的银河以及维克特利也失去了联系。随后，赛罗再次开启帕拉吉之盾，前往下一个宇宙调查。此时，在地球的 SSP 小队正尝试着最新黑科技，但此时一位小女孩的到来打破了久违的宁静。大地的 X 终端居然出现在小女孩手中，而艾克斯的出现也使小队大吃一惊。他请求众人帮忙寻找失踪的大地。原来，此前在艾克斯的宇宙中，他正追击着一头怪兽，可没成想却遭遇了埋伏。幕后黑手在周边开启了虫洞，强大的引力瞬间将艾克斯吸入其中。由于时空的扭曲，艾克斯与大地的一体化被解除，大地也至今下落不明。于是 SSP 在街道上张贴着寻人启事，可万万没想到，这引起了4个黑衣人的注意，甚至想要抢夺奈绪美手中的 X 终端。同时，他们也露出了宇宙人的真实面目。就当 SSP 小队危难之际，红凯弹奏着尤克里里悠然现身。众人看到回归的红凯，犹如看到了救命稻草。随后，红凯便与4个宇宙人展开了较量，而红凯不愧为奥特曼最强人间体，凌厉的招式打得4个宇宙人毫无还手之力，眼见不敌，宇宙人纷纷逃之夭夭。众人追赶之际，宇宙人早已消失不见。先是不同宇宙遭遇相同怪兽的钻石袭击，接着是银河维克特利的杳无音讯，然后又是艾克斯人间体大地的下落不明，无不预示着这场危机是有多么严重。就在红凯愁容之时，小队成员善太收到消息，在城郊外突然出现了一栋洋房。通过探险者的拍摄视频，正是此前出现的宇宙人。而艾克斯感应到大地就在此处，在红凯的命令之下，他独自前往了这栋洋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开门的居然是与红凯亦敌亦友的加古拉。在加古拉的带领下，红凯刚走上楼梯，眼前的时钟突生异动，空间诡异般发生扭曲，红凯瞬间被带入另一个空间之中，而掉落的 X 终端也被加古拉收入囊中。然而等待红凯的居然是曾经的手下败将格皮亚星人萨迪斯。在一番试探下，萨迪斯应声巨大化，而红凯也掏出欧部圆环，借助泰罗以及梦比优斯的力量，化身欧部爆炎形态，直接一脚斯特比姆炸弹飞踢，将萨迪斯硬生生踹成了岩头队长。随后两者展开了近身肉搏，在互相电招拆招下，欧部随即发射斯特比姆光线，但竟被萨迪斯硬生生挡下。红凯见状，再次借用赛罗以及杰克的力量，化身欧部疾风形态，掏出欧部头标长枪，与萨迪斯展开兵器大战。起初欧部还能占得上风，但未曾想被萨迪斯夹住长枪，不仅被其连连击中，甚至武器也被其卸掉。毫无防备下，萨迪斯一刀砍得欧部直接丧失了战力。此时幕后之人利用暗黑圆环，再次召唤出了嘎刺星人、希波利特星人以及帝国星人来到战场。在一番光线攻击下，欧部被瞬间制服，山怪便将其带离到另一个空间之中。在红凯缓缓醒来之时，幕后真凶也浮出了水面，正是宇宙魔女贼姆鲁纳乌。只见他随口一吹，手中的苹果瞬间变成了璀璨的钻石。更令人吃惊的是，银河以及维克特利早已变成钻石，成为了他的收藏品。而他的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将全世界的一切都变成钻石，成为他永恒的藏品。只见他再次动用暗黑圆环，机械怪兽戴亚伯里克出现在了城市之中。随着炮火的不断发射，城市瞬间被摧毁得满目疮痍，人们纷纷开始逃窜。同时，戴亚伯里克右臂突然蓄力，直击地面而去，身旁的建筑物在瞬间化作了钻石，并不断蔓延开来。红凯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却无可奈何。在这危难之际， SSP 小队却成为了救命稻草。他们在失去红凯的联系后，也潜入了这栋洋房，也毫无意外地被时钟产生的时空扭曲带到了另一个空间。奥特之舅为了掩护大家，引开了追击的嘎刺
刺星人，而其余3人逃跑之下，再次来到了房屋之内。就在奈绪美换上战斗服之时，加古拉突然出现，原以为加古拉会将他们制服，可没想到出乎意料般将他们带到了囚禁大地的地方。此时2个看守者还搞不清状况，加古拉突然出手就将他们解决，并一刀救下了大地，随后更是将 X 终端还给了大地。但大家依然无法对亦正亦邪的加古拉放松警惕，在辗转之下，众人来到了关押红凯的屋外，随即便展开了救援行动。SSP 小队拦住了4个宇宙人，而大地利用 X 终端救下了红凯。然而此时的姆鲁纳乌依然不慌，但万万没想到，加古拉从背后突然被刺。而加古拉终于拿到了计划已久的暗黑圆环，随后众人逃出屋外，面对宇宙人的追击，红凯与大地瞬间将他们解决，并且坐上了 SSP 小队的车，赶往怪兽戴亚伯里克的目的地。期间红凯还斥责了小队为何前来，相比较已经跟随伙伴们共同战斗过的大地，显然红凯还未能明白伙伴的重要性。在抵达目的地后，红凯和大地立刻开始变身，随着艾克斯和欧布的降临，戴亚伯里克也将炮火对准了两奥。只见两奥在拆招之下，利用配合近身戴亚伯里克，立刻对其展开攻势，但其无差别的射击依然给两奥不断造成困扰。在拉开距离后，两奥正准备发射大招，竟有老六从背后突然袭击。萨迪斯前来援助戴亚伯里克，只见两奥发射光线迎击，萨迪斯只是随手一挥便破解了两奥的招式，而且此时两奥开始亮起红灯，局势已不容乐观。为了尽快解决战斗，红凯准备借用贝利亚以及那位大人的力量，在融合之下，欧布暗耀形态登场，在单手挡下萨迪斯的攻击后，反手直接将其击倒。此形态下的欧布化身健美达人，完全压制住了萨迪斯。然而戴亚伯里克不讲武德，准备从欧布背后发射光线，艾克斯用身体挡住了这一发光线。在欧布的惊讶之下，艾克斯竟慢慢化作了钻石，毫无防备之际，萨迪斯化身一拳超人，一拳重击之下，欧布直接被打回了人间体。此时姆鲁纳乌将钻石化的银河和维克特利一起投放了下来，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为奥特曼的开挂做准备。此时已然陷入到了绝境，面对戴亚伯里克的步步逼近， SSP 小队拦在了红凯身前，没想到一直被保护的人类伙伴反而成为了保护红凯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一阵嘴遁后，红凯显然感受到了伙伴的羁绊之力，随着圆环的闪闪发光，化作钻石的三奥纷纷将力量借给了红凯。只见红凯缓缓站起，三重融合开始了。在一声怒吼之下，欧布三位一体形态首次登场，不做过多纠缠，欧布直接发射三重光爆裂，竟一击将萨迪斯击败。然而这同时激怒了姆鲁纳乌，立刻投放帝国星人和希波利特星人来到战场，局面瞬间演变成了1对3。而就在此时，加古拉突然现身，只见他吹动暗黑圆环，借助了芝顿和庞顿的力量，加古拉奥特曼庞芝顿形态登场，他协助欧布激发光线射向3头怪兽，局势也在瞬间被扭转。帝国星人和希波利特星人给予光线回击，但被庞芝顿格挡之后，并反弹了回去，将他们重创。而欧布也不甘示弱，面对戴亚伯里克的光线冲击，欧布一拳将其打得节节败退。但万万没想到，嘎智星人出现在了 SSP 小队身后，直接用光线捆住3人，并且威胁起了欧布。帝国星人和希波利特星人随即展开了反击。在两者的光线冲击下，庞芝顿直接被打回了加古拉，并晕厥了过去。此时势单力薄的欧布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嘎智星人正以为得逞之际，突然一发光线将其打断。奥特之救及时归来，众人纷纷开始逃跑。逃跑途中，暗黑圆环正要被嘎智星人夺走时，加古拉适时出现，并夺下了暗黑圆环。因为通过圆环的力量使奥特曼钻石化，因此加古拉直接将圆环扔进了异次元空间，这也直接解除了银河艾克斯维克特利的钻石化。新生代奥特曼再次集结，随着嘎智星人的巨大化，战局也演变了4对4。在一阵炮火对轰下，4奥各自挑选对手。在各自围战下，纷纷利用各自的优势重创了怪兽。不得不说，怪兽的血条是真的厚，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在局势一片大好之时，此前被击碎的萨迪斯竟再次复活。只见其双臂给戴亚伯里克注入能量，随着超强光线的发射，即使欧布利用护盾格挡，也依然被击飞数百米，更是直接被打成了红灯。就在戴亚伯里克再次蓄力解决欧布之时，一位老者缓缓走到了欧布眼前，定睛一看，居然是诛星团。只见其眼睛一带，赛文应声出现。
这是赛文诞生的50周年，虽然出现的比较突兀，但这份情怀杀依然令人振奋不已。不过，这也是截至目前深次晃世的最后一次出演诛心团。随着香秀树演员团10郎的离世，加上老一代昭和奥演员的年迈，不知明年的奥特曼60周年还是否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只见戴亚伯里克炮火的发射，赛文仅仅祭出头标就化解了他们的融合光线，更是直接斩断了萨迪斯的双臂，破解了两者的合体。随后展现了恐怖的近身格斗能力，打得萨迪斯频频破防。眼看着老大哥救场，3位一体的欧布也用 EX 雷德王重拳以及哥莫拉装甲将戴亚伯里克狠狠击倒。随后欧布蓄力发射3重射击，萨迪斯戴亚伯里克在格挡之下竟意外击中了姆鲁纳乌所在的洋房。与此同时，艾克斯与嘎刺星人的战斗迎来尾声。面对嘎刺星人的分身之术，艾克斯飞到空中发射 X 暴击，直接将嘎刺星人击碎。另一边，银河和维克特利掏出谢帕顿圣剑和银河火花枪，合力发射究极光线。在光线的对波下，左边的帝国星人以及希波利特星人终于被击败，而欧布和赛文的战斗也迎来了终极对决。萨迪斯再次融合戴亚伯里克发射融合炮击，在赛文的鼓励下，欧布立刻施展3重光轮。随着两边光线的同时发射，站立左侧的萨迪斯和戴亚伯里克直接被劈成了2半。众奥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夜幕降临，赛文再次化身导师教导众奥。この星に生きる人々の信頼と絆が我々に一番大きな力を与えてくれる。それこそが光の力なんだ。在告别之后，众奥纷纷离去。此时奄奄一息的姆鲁纳乌在红凯的嘴遁之下化成钻石离去，而红凯也再次踏上了浪客的旅程。但奥特曼与人类伙伴的羁绊之力仍然永存。